我天生就是个异类，出生时就一头白发。别人上课学习，我在家干饭晒太阳，爹娘愁得直掉头发。直到那年，一位仙风道骨的老头找上门，摸着胡子跟爹娘说：此女天性洒脱，不沾凡俗，我与此女有缘。若先生夫人信得过贫道，由贫道在府中代其修行，可保她此生富贵无忧。就这样，白天我跟着老道打坐，夜晚老道带着我看星象，我在旁边昏昏欲睡。直到及笄那年，宫里来选秀女，我进宫第一天就给自己算了一卦，卦象显示啥也不干，躺着就能赢。从此开启吃吃睡睡的咸鱼生涯。选秀不去，给皇后请安；装病，皇上翻牌子；打喷嚏、流鼻涕，一条龙服务安排上。后宫妃嫔们斗得你死我活，我在冷宫隔壁的小破院里睡得天昏地烂，唯一的烦恼是御膳房送的饭越来越敷衍，青菜豆腐，豆腐青菜，脸都吃绿了。直到那天，贵妃养的波斯猫丢了，全宫上下鸡飞狗跳的找，吵得我午觉都没睡成。顶着鸡窝头，我推开吱呀作响的破院门，随手捡了根树枝，在地上划拉几下，去御花园东南角假山第3层石头缝里看看。路过的宫女太监们像看傻子一样看我，我打个哈欠，缩回院子继续睡。半个时辰后，贵妃抱着失而复得的猫站在我院门口，脸色像打翻的调色盘。你怎么知道的？算的。第二天，我的午饭多了个鸡腿。没过几天，杨贵妃气势汹汹带着人冲进我的小破院。夏清婉，是不是你搞的鬼？她精心养护的牡丹一夜之间全蔫了，花瓣掉了一地。我正蹲在墙角研究蚂蚁搬家，头都没抬。西南角花根底下3尺埋了个小人儿。杨贵妃将信将疑，让人一挖，果然一个扎满针的布偶，上面还写着她的生辰八字。她脸白了。谁干的？我拍拍手上的泥，你宫里穿蓝裙子嘴巴有痣的那个。杨贵妃带人杀气腾腾地走了，据说揪出了潜伏多年的对头派来的眼线。我的午饭升级了，2荤1素，还有一碟精致的点心。哇！后宫开始有了点关于我的风声。冷宫边上那个有点邪门，听说会算。切，蒙的吧？皇后娘娘的头风犯了，御医束手无策，疼得整宿睡不着。凤仪宫朝云残母，不知哪个多嘴的提了一句，听说冷宫边上那位皇后身边的管事嬷嬷亲自来。下才人，皇后娘娘的头风。我正躺在自制的破躺椅上晒太阳，眼皮都懒得抬，枕头底下压了块玉，刻着莲花那个拿走扔荷花池里。第二天，凤仪宫传出消息，皇后娘娘睡了个安稳觉，头不疼了。我的小破院热闹起来，送东西的太监工人排起了队，皇后赏的锦缎，贵妃送的玉镯，连带着御膳房也开了眼。我的小饭桌前所未有的丰盛，红烧狮子头，清蒸鲈鱼，水晶虾饺。哇，唉，咸鱼躺平的日子要结束了，麻烦还是来了。杨贵妃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那是一种混合着忌惮、嫉妒和算计的光。她在御花园偶遇我，皮笑肉不笑。夏才人如今可是大红人，连皇后娘娘都对你另眼相看呢。贵妃娘娘过奖，运气好罢了。哦，是吗？那妹妹帮我算算，本宫何时能为皇上诞下龙子？她靠近一步，身上浓郁的香气熏得我鼻子发痒。四周安静下来，所有耳朵都竖着。这问题刁钻又恶毒，算准了是妖言惑众，算不准就是死意瞒贵妃。贵妃娘娘，您要不先找个太医看看？你什么意思？您身上这香里头掺了麝桐花粉吧？闻久了，怕是不太容易有孕。杨贵妃的脸瞬间惨白如纸，她踉跄后退一步，死死盯着我，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食剥。当晚我的院门被拍得震天响，几个凶神恶煞的嬷嬷闯进来。夏才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贵妃娘娘的香粉里下毒，跟我们走一趟。杨贵妃宫里灯火通明，她歪在软榻上，脸色阴沉。是他指使奴婢在贵妃娘娘的香粉里加东西的。夏清婉，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贵妃娘娘，那盒子里的东西你也用了很久吧？你想说什么？那香膏用的是北疆进贡的美人醉花蜜，确实养颜。不过配上您每日必饮的雪山参茶，参茶性热，美人醉花蜜性寒，寒热相冲，久积成毒。胡说八道！御医只查香粉，
不查您每日入口的东西，更并不会想到这2样会相中。您最近是不是夜里妒汗，晨起心口烦闷，月事也不太准。杨贵妃的脸色由白转青，死死攥紧了拳头。她没说话，但她的表情说明了一切。我叹了口气，那制香宫女收了对头500两银子，香粉里加的不过是些普通花粉，最多让您起几个红疹，真正害您的是您自己。滚，都滚出去！第2天，杨贵妃告病，闭门不出。那个制香卫女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二皇子在御书房背书时，突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昏迷不醒。整个太医院都惊动了，却查不出任何中毒迹象。皇上震怒，下令彻查。查来查去，线索竟然指向了我，一个小太监招供。前几天我看见下才人鬼鬼祟祟在御书房附近转悠，还在墙角埋了东西。禁卫军在我的小破院墙角挖出了一个扎满银针的桐木小人，上面刻着二皇子的生辰八字，巫蛊验圣，还是谋害皇子的死罪。我被铁链锁着，拖到御前养心殿里，气压低的能冻死人。皇上坐在龙椅上，面沉如水，皇后在一旁垂泪。杨贵妃嘴角噙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夏氏，你可知罪？我跪在冰冷的地砖上，铁链割得手腕生疼。不知。人证物证俱在，还敢狡辩？那桐木小人就是铁证。我抬起头，看向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也在看我，眼神深不见底。皇上，那桐木小人不是我的，上面刻的生辰明八字是错的。胡说！二殿下的生辰八字，寅琛年江西月午雨日，那小人上刻的是寅琛年江西月午雨日庚午时，错了一个时辰。皇后的哭声停了，皇上的眼神锐利起来。内侍总管慌忙拿起那个被当作铁证的小人查看，脸色瞬间煞白。要害人，怎会用错的八字？这栽赃也太不专业。强词夺理，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刻错？还有，你说看见我在御书房墙角埋东西，哪天？什么时辰？3天前有时。3天前有时，我在冷宫后面的废井边帮王才人找他掉下去的金簪。当时在场的有浣衣局的柳嬷嬷，还有巡逻经过的禁卫军第3小队队长王朝。皇上派人一问便知。奴才记错了，是4天前。哼，4天前内务府赵公公带着3个小太监来给我送过冬的炭，他们在我那小院从申时对到酉时3刻，他们都可以作证。养心殿里落针可闻，皇上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你倒是很会算，连朕的皇子生辰都算得如此清楚。回皇上，不是算的。二殿下满月时，内务府造册登记，奴婢恰好路过瞄了一眼，记性好没办法。我老实回答。那个小太监被拖了下去，杨贵妃因御下不严轻信谗言，被罚禁足思过3个月。我被无罪释放，送回小破院。内侍总管亲自送来赏赐压惊的，顺便带来一道口谕。下才人，皇上口谕，让您挪个地方。挪哪儿？乾坤宫偏殿。乾坤宫？皇帝的寝宫偏殿？不去行不行？这儿挺好，清静。才人您就别为难奴才了，圣意难违呀。我被迫搬进了乾坤宫偏殿，金碧辉煌，熏香暖软，可我浑身不自在，像咸鱼被强行捞进了金鱼缸。皇上偶尔会过来，也不说话，就坐在那里批奏折或者看书。我在另一边，要么打瞌睡，要么对着窗外发呆，数飞过几只鸟。这天他又来了，批完一堆折子，揉了揉眉心，忽然开口：夏氏，给朕算一卦。算什么？算朕的江山。来了。不算。为何？算国运折寿，奴婢还想多吃几年御膳房的狮子头。那算朕能活多久？
养心殿里伺候的太监宫女瞬间跪倒一片，头埋得低低的，大气不敢出。我叹了口气：“皇上，您想知道这个？您真想知道？说。好吧，挂费1000两黄金，概不签账。”好一个夏清婉，胆子够大。他没再逼我算那些要命的东西，只是让我待在偏殿，像一个吉祥物，或者说一个让他觉得安心又奇特的摆设。那日朝中消息传来，南境大旱，赤地千里，流民四起，朝廷连发3道赈灾粮，杯水车薪，民间怨声载道，说是天子失德，老天爷才降下天罚。皇上连着几天没睡好，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皇上站在乾坤宫殿门口，望着漆黑的雨幕，背影沉重。他突然叫我，声音在雨声中有些模糊：“夏清婉。”你说这天灾真是朕的过错吗？皇上，您信那些流言吗？天灾就是天灾，跟人有什么关系？人还能管住老天爷下雨不成？他转过身，深邃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钦天监说此乃天罚。他们要是真那么会看天，早算出哪天下雨了，还用得着现在抓瞎？那依你看，这天灾何解？老天爷不下雨，找老天爷去啊！怎么找？皇上，您有没有想过，南境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惹老天爷不高兴了？什么意思？奴婢瞎猜的，比如有人在你家门口挖了个大坑，还天天倒臭水。您乐意吗？您肯定也不乐意，说不定一生气连门都不想出了。你是说……奴婢可什么都没说，就是觉得吧，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么大个地方，说旱就旱得寸草不生，总得有个由头。第二天，皇上秘密派出了3路心腹，直奔南境。半个月后，800里加急密报送回养心殿里，皇上看着密报久久不语，最终长长吐出一口气。好一个惹老天爷不高兴。密报上说，南境最大的河流南江上游，3年前，当地豪强为了引水灌溉自家万亩田田，私自筑下一道巨大的拦河石坝，几乎截断了南江近70%的水流。原本水网密布的地方日渐干涸，今年大旱更是雪上加霜，下游彻底断流，民不聊生。而那个豪强是杨贵妃娘家的一个远房表亲，打着贵妃的旗号横行乡里，无人敢管，圣旨下达，快如雷霆。4坝被强行炸毁，南江水奔腾而下，豪强抄家下狱，杨贵妃被牵连，世夺封号，降为嫔，禁足1年。杨家势力遭到清洗。1个月后，南境普降甘旅，旱情缓解，流民归乡，一场可能动摇国本的大祸消弭于无形。皇上在乾坤宫设了小宴，只有我和他，菜很精致。夏清婉，这次你立了大功，想要什么赏赐？我放下筷子，很认真地想了想，能把偏殿那张紫檀木大床换成奴婢原来那个运软装吗？太软的床，奴婢睡得腰疼。他捏着酒杯看了我半天，最后叹了口气。夏清婉，你真是个奇葩。谢皇上夸奖。日子又恢复了平静，我依旧住在乾坤宫偏殿，睡上了内务府特制的硬碗床，御膳房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只是皇上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有时像看一个解不开的谜题，有时又带着点无奈的笑意。转眼到了秋猎，皇家围场里旌旗招展，骏马嘶鸣，皇上兴致很高，一马当先冲入猎场深处。我裹着厚厚的狐裘，缩在看台角落里，抱着手炉打瞌睡，对这种打打杀杀的活动毫无兴趣。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伴随着惊惶的呼喊，全场哗然。护驾，皇上遇险！皇后惊得站了起来，群臣慌乱，禁卫军统领立刻点兵要去救援，场面一片混乱。我被人群的惊呼吵醒。怎么了？才人，皇上在猎场深处遇袭，好像是大虫。我心里咯噔一下，睡意全无，下意识的手指飞快地在袖子里掐算起来。猎场深处密林，皇上手持长弓，与一头体型硕大、
明显被激怒的吊睛白额猛虎对峙。猛虎低吼，獠牙森然。皇上握紧了手中的金弓，眼神锐利，准备拼死一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气喘吁吁、带着点破音的女声突兀的响起。只见我不知怎么竟然穿过混乱的侍卫，皇上，别动！跑到了最前面，头发跑散了，狐愁歪歪斜斜，手里死死攥着一把东西，看起来像是干草，还有几根枯树枝，样子狼狈又滑稽。下才人，危险，快退下！夏清婉胡闹，退后！我却像没听见，眼睛死死盯着那头猛虎，又飞快地扫了一眼皇上和他周围的地形，袖子里掐算的手指更快了。在那头猛虎彻底失去耐心，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作势欲扑的瞬间，我动了，不是后退，而是猛地向前冲了2步，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把手里那把乱七八糟的干草枯枝用尽全身力气朝着猛虎侧面一个毫不起眼的长着几丛低矮灌木的土坡方向狠狠扔了过去。走你！干草枯枝散开，飘飘扬扬，有几根甚至落到了虎头上。他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毫无杀伤力的攻击弄懵了，巨大的头颅甩了甩，低吼一声，兽眸里凶光更盛，显然被彻底激怒。他放弃了眼前的皇帝，巨大的身躯转向我，带着腥风猛扑过来。才子小心！惊呼四起，皇上目眦欲裂，搭箭就要射。就在这生死关头，异变陡生，猛虎扑到半空的身体突然毫无预兆的猛地向下一沉，轰隆一声闷响，伴随着猛虎惊怒痛苦的咆哮，它庞大的身躯竟然直接陷进了我刚才扔干草的那个土坡。尘土飞扬，地面坍塌，露出一个黑棕的巨大深坑。坑底传来猛虎愤怒又带着点惊恐的咆哮和挣扎声，还有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所有人都惊呆了，看着那个突然出现的大坑，看着坑里徒劳挣扎的猛虎，又看看站在坑边拍着胸口一脸吓死我了表情的我，一片死寂，只有坑底老虎不甘的咆哮。后来才知道，那地方是前朝废弃的一个大型陷阱，专门用来捕猎大型猛兽的。皇上被侍卫护着走到坑边，看着坑底摔断了腿奄奄一息的老虎，又看看灰头土脸头发乱糟糟的我，眼神复杂的难以形容。他沉默了半晌，最终只吐出2个字：回宫。围场惊魂后，乾坤宫的气氛有点微妙。皇上看我的眼神添了几分探究，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忌惮。奉天皇帝诏曰，他不再让我住在偏殿，而是赐了一座独立的宫院，名唤静思院，离他的寝宫不远不近，规格远超一个才人应有的分量。赏赐流水般的送进来，绫罗绸缎珠宝珍玩堆满了库房，但我被变相的隔离了。除了送东西的太监，很少有人来，我乐得清闲，每天在静思院的大院子里晒太阳嗑瓜子，研究御膳房新出的点心。3个月后，静思院的腊梅开得正好，幽香浮动。他独自一人踏雪而来，没带任何随从。我正裹着毯子坐在廊下，抱着暖炉看雪。日子过得倒惬意。托皇上的福，他在我旁边的石凳坐下，石凳冰冷，他也不在意。夏清婉，朕想了很久，你到底想要什么？奴婢想要的一直很简单，活着，吃饱，睡好，最好没人打扰。就这么简单？你可知，你这本事多少人求而不得，若用在……皇上，算命这玩意儿跟刀剑一样，用得好救人，用不好害人害己。奴婢胆子小，怕折寿，更怕麻烦，就想当条咸鱼晒晒太阳，翻个身。他沉默了，看着庭院里洁白的雪，红艳的眉，久久不语。开春，一道册封圣旨震惊后宫。才人下士，性行温良，淑德含章，特册封为皇后，入主中宫。静思院里，宣旨太监尖细的嗓音还在这回荡。我跪在地上，有点懵。娘娘，娘娘，接旨啊！我看着那明黄色的圣旨，大脑一片空白。我回过神，
看着那卷明黄的圣旨，像在看一个烫手山芋。那个公公，娘娘请吩咐。能抗旨吗？宣旨太监腿一软，差点给我跪下。娘娘，慎言啊！凤冠霞帔沉得要命，我顶着几十斤重的刑帽，像个木偶一样被摆弄着，完成了封后大典，接受百官和六宫妃嫔朝拜。杨嫔，曾经的贵妃跪在下面，眼神测了毒，又带着深深的无力，不敢有丝毫的动作。典礼结束，回到更加金碧辉煌的凤仪宫，我累得直接瘫倒在巨大的凤床上。快帮我把这东西卸了！宫女们忍着笑，七手八脚帮我卸下沉重的头冠。晚上皇上来了，挥手平退了所有宫人，偌大的寝殿只剩下我们2个。感觉如何？脖子要断了。他低笑出声，走到我身后，温热的手指轻轻按上我的后颈，力道适中。为什么是我？因为你懒，因为你怕麻烦，因为你只想当条咸鱼。夏清婉，朕的江山太大，后宫水太深，朕需要一个皇后，一个不会兴风作浪，不会结党营私，不会处心积虑生下皇子来争权，甚至最好连这凤位本身都不太想要的皇后，这样朕才能安心，这后宫才能真正安静。我沉默了，原来他看中的恰恰是我这条咸鱼的本性，无欲无求。所以臣妾就是个镇宅的。可以这么说。皇上，咱们打个商量，皇后该干的活儿能找人代劳吗？比如管理六宫，跟妃嫔谈心，主持祭祀大典，最好都别找我。可以。真的？皇上，君无戏言，你只需做一件事。什么事？好好待着，躺着，吃好睡好，啥也不用管。成交。从此后宫出现了一道奇景，皇后娘娘常年称病，闭门不出，凤印丢给办事稳妥又无子的贤妃，六宫庶务甩给能干的德妃。至于那些妃嫔们争宠吃醋的官司，一律交给皇上自己头疼。我只负责在每年必须露脸的重大场合，顶着沉重的凤冠出来当一会儿吉祥物。皇上隔三差五会来凤仪宫，有时是批完奏折过来坐坐，喝杯我泡的，其实宫女泡的清茶，有时只是单纯的躺在我那张特制的铺了厚厚软垫的贵妃榻另一头，看会儿书或者小憩片刻，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流淌。我在皇后的位置上一躺就是10年。脚步声响起，很轻很稳，带着熟悉的龙血香气，停在我身边。我懒得睁眼。皇上，今儿奏折批完了。那帮老头子没吵架？吵了，为运河拨款事。哦，吵赢了吗？朕让他们吵够了，把预算砍掉30%，再吵就全砍了，都闭嘴了。皇上英明。他似乎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了，安静了一会儿。夏清婉，这皇后当的可还舒心？我睁开一只眼，夕阳的金光落在她身上，轮廓柔和，眼角已有了细细的纹路。舒心，除了那顶凤冠太重，其他都挺好。除了那顶凤冠太重。朕有时在想，把你推到这位子上，是不是委屈你了？不委屈啊。皇上您看。我指着天边绚烂的晚霞，指着院子里盛放的牡丹，指着小鸡上精致的点心，最后指了指自己身上柔软贵重的云锦。不用早起请安，不用跟人斗心眼，不用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账本官司，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还有人按时按点送钱送东西。这日子简直是为咸鱼量身定做的。
臣妾躺得可舒服了。皇上看着我，看了很久。夕阳的金辉落在他眼底，像融化的暖金。最终他也笑了起来，那笑容里有释然，有轻松，还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暖意。舒服就好，那朕就放心了。晚风轻柔，暮色四合，凤仪宫的琉璃瓦在最后一抹余晖中闪着温润的光，像一条终于找到舒适水滩的咸鱼，懒洋洋地翻了个身，晒着太阳吐了个泡泡。岁月悠长，躺赢人生挺好。